1947年7月，根据中央军委命令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、第9纵队和第38军等部共8万余人组成陈谢兵团，由陈赓任兵团司令，谢富治任政委。随后，陈谢兵团主力强渡黄河，腰斩陇海铁路，挺进豫西，与刘伯承、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以及陈毅、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共同经略中原。陈赓的部队南渡黄河，从洛阳到陕县，300多华里的防线一夜之间全部失守。共军这么大的行动，难道你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吗？蒋介石得知陈谢兵团南渡黄河的消息后十分震惊，刘邓和陈粟的2大野战军已经令他难以招架，再加上陈谢兵团南下，中原形势更是急转直下。陈赓部队南继续前进，给我攻打镇平！李司令，李司令！请将不如激将，直到陈赓命令部队坚决攻下李铁军西进的必经之地镇平后，李铁军才终于相信这是陈赓的主力部队。紧追不舍的李铁军兵团被迁到南阳，整3师追过镇平，才恍然发现进入皖西的并不是陈赓主力，原来在伏牛山东路隐蔽待机的陈赓兵团主力已向平汉线靠拢，并和华野的部队会师，打响了平汉线破击战，有力的策应了刘邓主力在大别山的活动。终于醒悟过来的李铁军又接到蒋介石急速驰援平汉线的命令，不得不冒着风雪星夜驰援。就在这时，陈赓指挥主力迅速集结，并在华野的协助下反包围了李铁军的整3师。经过1天1夜的激战，歼灭了李铁军大破。李铁军见势不妙，慌忙带着少数残兵逃走。司令，我们陷入共军重围了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！快！我李铁军办事英明，被你陈赓毁于一旦。1948年3月。解放军决心守歼徐州地区的黄百韬兵团，同时攻克宿县，割裂国民党军防御体系，并就地全歼这一重兵集团。11月底，黄百韬兵团的5个军10个师，共12万人，被陈毅和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全部歼灭。国军1.2线的防御计划宣告破灭，淮海战役进入第2阶段。千里驰援的黄维兵团成为解放军主要打击目标。陈赓也率部参加了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。宋元，黄维兵团的实力
我固守待援。总攻开始！官装被俘。1949年4月20日，解放军100万大军横渡长江偏险，向江南进军。在渡江作战中，陈赓率第4兵团在九江以东突破国民党军江防，而后直插浙赣线。5月22日，南昌宣告解放。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制定的大迂回、大包围的作战方针，对国民党军展开千里大追击。陈赓率领第4兵团与四野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一起发动广州战役。10月14日，广州解放。11月，参加广西战役，协同第4野战军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。建国以后，陈赓参加了抗法援越和抗美援朝战争。从朝鲜战场归来，陈赓被委以重任，建立了我国第1所军事工程学院。他还特地邀请了导弹专家钱学森来给学院讲课。1955年，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，同时他被授予1级8一勋章、1级独立自由勋章、1级解放勋章。1957年，陈赓访苏回国不久突发心肌梗塞，幸好被及时发现，抢救到深夜他才苏醒过来。当时是大跃进前夕，陈赓还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左倾错误。他心怀坦荡，即使重病在身，也没有放弃与错误倾向的斗争。1959年，他的心肌梗塞第2次发作，他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，此后身体每况愈下。在此期间，他还陪同周恩来会见了杜聿明、宋希濂等第一批被特赦的国军战犯，这些人大都是陈赓在黄埔军校的同学。在上海养病期间，他还见到了刚释放出狱的杨登营，对杨当年在上海特科时期的工作表示了肯定。1961年初，陈赓依照中央指示开始撰写自己的作战总结，然而长时间的工作使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。1961年3月16日，陈赓在家中睡下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，终年58岁。陈赓大将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战斗的一生，光辉的一生。他从始至终都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。从黄埔军校到上海特科，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多少次生死边缘都没有动摇过他的信仰和主义。以结果论英雄者也许只看到了成王败寇，但我们应该明白，成败的背后是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野心家和投机分子终将被历史的长河所吞没，而真正的赤子之心将永远在人民心中熠熠生辉。它也启示当下的我们，一个人光有理想是不够的，你的理想必须是正义的，而如何坚持真理，则需要独立的人格。爱你所爱，行你所行，听从己心，无问西东。欢迎关注剪影指南，下期再会。